我們是30年磨一劍。Computex 會這麼的爆紅，絕對不是說天上掉下來的。無數的工程師，我們業界最喜歡講的就是爆肝嘛。爆肝。好，當然這也是我們民族性的一部分。這是為什麼我們能夠成功的一部分。敬業、彈性、使命必達，這些工程師他們都是幕後的英雄啊。對，台灣的工程師是你今天早上給我，我下午開會，我明天早上就可以給你一個方案。如果你到了國外，你可能今天給我，下個禮拜、下下禮拜、下下禮拜，你才會給我方案。以前台灣曾經被當成是 trouble maker， 我們曾經被小布希非常不以為然。可是現在我們變成一個，居然才10幾年的時間，台灣已經變成了一個無可取代的一個地方。媒體常常問我一個問題說，那 AI 產業會不會有泡沫化的問題？就 AI 產業來講呢，它才剛剛開始而已。你同意蘇姿豐講的才3局而已？是2026年開始呢，我們已經全面進入 Agentic AI， 就是 AI 代理人的時代了。如果你有用 Agentic AI 的話，你就会發覺說那是成幾何級數的增加，比起我們用 ChatGPT 的是幾何級數的增加。因為 AI agent 它是使命必達的，對，你給它一個指令的時候呢，它會窮盡一切辦法，搜尋所有可能的資料，然後用最快速的演算法幫你解決問題，而且它24小時不停歇，24小時不停息。我自己也有用，所以我用的時候我就看上面的 token， 它會告訴你說你燒掉多少 token， 那是非常可怕的。過去我們一再強調是台灣絕對是未來 AI 世界的核心，可是很多人很難感受，覺得真的嗎？從這一次的台北電腦展，你就可以感覺到台灣對於整個 AI 世界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強。你知道這次的台北電腦展裡面，全世界33個國家來到台灣，而且6000個攤位一位難求。現在全世界的資金進來了，現在全世界的技術進來了，全世界你很難想象的大老闆都絡繹不絕的來到了台灣。為什麼要來台灣？因為他們要來台灣，要去感受什麼是 AI 的世界，他們要來台灣感受 AI 世界裡面的解決方案。黃仁勳曾經提過，就是我們對於 AI 的世界裡面，我們缺的是什麼？我們缺的是想象力。他所謂的想象力，就是其實沒有人知道 AI 世界到底是什麼。AI 到底能夠走得多久，走得多遠，到底能夠走到什麼地方？我們其實都是摸着石頭過河，在摸着石頭過河的時候，我們會碰到很多的困難，我們會碰到很多的險阻，我們會碰到很多的障礙。有趣的是，當黃仁勳帶着大家要往 AI 的世界邁進，當他說他要去建構一個 AI 的基礎建設的時候，你知道誰幫他解決嗎？都只有台灣。他要解決算力的問題，他要解決封裝的問題，他要解決傳輸的問題，他要解決機櫃的問題，他要解決散熱的問題。在全世界，竟然只有台灣可以幫他找到解決方案。他的 Vera Rubin 這麼貴重的東西，一個800萬的東西，它的主要的供應商、主要的這個協力廠商都在台灣。台灣現在已經不是我們過去的毛三到四，我們只是做代工的，不。台灣現在我們是問題方案的解決者，你要解決散熱的問題，你要解決封裝的問題，你要解決算力的問題，你今天要解決傳輸的問題，你只有在台灣可以解決到方案。台灣是深具教訓40年，我們才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而這次的台北電腦展完全呈現台灣這樣的影響力。你可以看到台灣符咒出去，這麼多的人要來，這麼多的人要來接近台灣，這麼多的人要把錢、要把技術跟台灣連接在一起。你就知道台灣已經是非無下阿蒙。我們今天非常高興、非常榮幸的邀請了外貿協會的董事長黃之邦，也就是這一次台北電腦展的主辦人。董事長你好。寶傑，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董事長，當然先恭喜你這次真的辦得非常成功，真是冠蓋雲旗。你都在很難想象台北電腦展，台灣這麼小的一個地方，全世界最大最著名的大老闆幾乎都來了。然後你就看到全世界，包括我最驚訝的是摩根士丹利也來了。哎，你明明是辦科技展，可是摩根士丹利居然跑到了台灣，而他不是自己跑到台灣，他帶了600個投資人來台灣，然後這600個投資人來台灣，他辦了19場的這個所謂的專題演講，本來要辦150場的閉門會議，後來太熱門了，加到500場，所以這一次不是只有技術要來跟台灣合作，是全世界的資金、全世界的技術、全世界的大老闆。全世界的供應鏈都要跟台灣這塊土地連接了。
這次的 Computex 不只是產業界的全球盛會，它事實上也是全世界資本市場的一次盛會。只是說大家他們比較低調，所以大家比較看不到。那不止您剛才提到的，那因為我的立场，我不方便去提他們的名字。事實上，全世界重要的主權基金、創投，還有投資銀行，包括這個 sell side、buy side， 幾乎全部雲集台北。那我覺得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其他的活動、其他的場合，對，能夠把資本市場這麼密集的全部找到同一個地點來。那這個真的就是代表說我們被國際重視的程度。是。那我這2天在Computex 的時候，其實心裡有一個感觸，就是全世界的國家都希望展示它的國力。但是展示的方式不一樣，所以像俄羅斯、中國，他們展示的方式是用閱兵。那川普總統去年呢，一時興起，他也來辦了一場閱兵。那這是傳統展示國力的方式。我覺得 Computex 真的就是台灣展示我們國家實力一個最好的一個平台。那除了您剛才講的說，全世界的這些科技界的天王巨星全部雲集台北，全世界的資本市場最重要的投資銀行、主權基金，全部雲集台北。對，那還有很多你看不到的這個各行各業，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我們的重要的夥伴，韓國、日本，科技界的，他們的產業界的，也都全部高度關注，甚至親自來台北。那所以我在想說，還有什麼比你展示國家實力的時候，有哪一個平台是比 Computex 更好的平台呢？那前天我們陪總統在開幕典禮之後去巡場，去拜訪幾個重要的業界，我的感覺那個就是我們國力的展示。不只是總統，當然黃仁勳先生、蘇姿豐女士，對，還有我們邀請來了陳立武也來了，那這個高通的 Cristiano Amon。其實這些的天王級的 CEO， 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他的演講一開始一定是先從感謝台灣的產業鏈開始。對，那蘇姿豐說，台灣是太不可思議了，全世界只有台灣呢，每個人都知道什麼是 CoWoS。對，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說，我們這個國家在人工智慧時代所扮演的這個核心的角色，不可取代的角色。那真的是我們最值得驕傲的一件事情。因為我知道黃仁勳開始就創造了一個背板，他把他所有的供應鏈都放在他的背板上面。從這個背板你就知道台灣供應鏈跟這個輝達的連接的這個所謂的緊密度。就我們看到了，不只是輝達 ，AMD 開始也弄了背板。那我們就看到連 Intel 也弄了背板。那今天連博通也弄了背板。原來我们就知道，原來台灣是一個大家爭相要去爭取的這個供應鏈，也就是我今天做台積電，當然我們知道台積電不是只服務你輝達，我要服務你 AMD， 或者那個什麼 Intel， 包括博通這些都需要。可是不是只有它，包括我們的聯發科，包括我們的這個台達電，我們這些技術廠商，我們現在都變成全世界的珍寶，大家都要來這個所謂的跟它做一個連接。這個是我覺得過去台灣很難想象。剛剛講，我不是只有單吃一門生意，我不是只有單有一個客戶，而是全世界的大老闆都要來這邊找尋求答案。寶傑，我覺得這個有2點，第一點就是說，我們是30年磨一劍。Computex 會這麼的爆紅，絕對不是說天上掉下來的。那這過去30年來，台灣的資通訊產業，我們從80年代的 PC 開始，到90年代的 Internet， 那2000年開始，我們走入了行動裝置的世界，那接着就是這個 IoT 跟雲端。那 Computex 從1981年創立開始，我們走過這個每一個人類科技演進的重要階段。對，那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的資通訊界透過這些科技的演進，練就了一身的功夫。那所以我們是已經準備了30-40年，當人工智慧來臨的時候，
我們已經 ready 了，但其他的國家沒有像我們這種30年磨一劍的功夫。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的民主性。如果我引用鴻海劉揚偉董事長他的看法，他說我們的民主性是特別適合做這件事情。好，我們是專門為了 AI 做這個，專門為 AI 而做，有這個中國人、華人的這種勤奮的基因，然後因為我們也被日本統治過50年，所以我們也有日本人這種做事情嚴謹、注重細節的這個元素在。在2次大戰之後，台灣跟美國的關係密切無比，我們也深受美國文化的影響。那所以我們的民主性裡面呢，也有美國這種創新、樂觀、彈性的因素在。所以你在全世界沒有一個民主是能夠把這些因素通通都聚集在一起。那所有的這些元素聚集在一起的時候，這個民主在做半導體、做自動性產業的時候，它就是大放異彩。是，好不好，董事長，我覺得這個，但是寶傑，我還是要講一下，是 Computex 大家的眼光都聚集在這些科技天王巨星，還有台灣的這些強大的自動性公司啊，當然他們現在的股票，他們在股市上表現都是不得了哈。我必須幫我們的工程師講一句話，我剛才講的說我們30年磨一劍，那我剛講到說我們的民族性是特別適合做這件事情，那我們會有今天的這個成就 ，Computex 能夠受到這麼高度的重視，無數的工程師，我們業界最喜歡講的就是爆肝嘛，爆肝，好，當然這也是我們民主性的一部分，這是為什麼我們能夠成功的一部分。那我在會場的時候看到很多這些年輕的工程師的時候，我真的對他們投以高度的敬意。怎麼樣呢？哦，我覺得你看到這些工程師有什麼不一樣的？哦，他們的敬業精神，還有就是我剛才講的說，我們在民主性裡面，敬業、彈性、使命必達，這些精神充分表現在這些工程師的身上。那如果沒有這些無數的工程師願意這樣子犧牲熬夜，然後抱着這個使命必達的精神，所以我們創造出全世界最快的這個從這個 prototype 到量產的速度。那我們也是全世界能夠把軟硬整合做得最好的民族。所以我們現在不是只做代工，只做 OEM 而已。這些工程師他們都是幕後的英雄啊。對。所以我覺得，我們自動性產業的這些工程師，我們以你們為榮。你們應該也覺得 Computex 呢，你們都是幕後的英雄。所以很多人講，他們其實可以應該得到更好的待遇。不過剛才講之前以前，我們覺得我們台灣就是賺毛三到四的代工，你要做什麼，你規格給我，然後我把東西做給你。要做螺絲，我給你螺絲；你要做水管，我給你做水管。現在他說現在不是，現在他們來是我要去找一個解決方案。也就是說，我今天比如說黃仁勳的 Vera Rubin 這麼大的機櫃裡面，他居然那個機櫃用的電是一個25個家庭裡面的1個月的用電，那個用電量非常大。那你的用電量如果那麼大，你就要產生很多的熱，你產生很多的熱，你就要去處理散熱的問題，而且你要把這麼多複雜的東西裝在裡面，你的組裝、你的機櫃、你的排列，甚至你的通訊都非常的複雜。這個其實黃仁勳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我要做什麼東西。我覺得可怕的在於說，今天所有的解決方案，你今天算力的解決方案，你今天組裝的解決方案，你封裝的解決方案，你散熱的解決方案，台灣不是幫你做代工。我覺得現在台灣可怕跟台灣重要，而且你剛剛講到的台灣工程師的重要性就在於說，我是可以團結合作、跨領域，把你今天這些人先行者的概念，我把你化繁為簡，把你真正做出來。我覺得這個才是這一次你看到台灣那種可貴跟可怕的地方。是，你剛才講到那麼多技術的層面哈，那我就講一個冷卻。因為冷卻對這個 AI 的 data center 來講太重要了。我本來也覺得冷卻有什麼了不起，後來知道太重要了。我們在最近這幾年快速發展出來的冷卻的技術，是這些 data center 他們將來要快速布建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你不能處理這個散熱的問題的話，你將來這個運作上面是會有很多的問題的。如果過熱的時候，很多晶片是會燒壞掉的。
像台達電，大家注意到說，那股票最近是真的是漲翻了，是一飛沖天哈。可是台達電就是我講的說，他們也是數十年磨一劍，他所培養出來的這個技術底蘊，讓他能夠在 AI 來臨的時候，快速的推出客戶需要的解決方案。那如果今年大家到 Computex 的展場去看台達電的展示間，你會看到他們最新的 Liquid to Liquid、Liquid to Air 的解決方案之外，他們現在還做到冷卻裝置縮小到一個貨櫃的大小，然後這個呢可以隨時用外掛的方式，因為如果你廠房裡面空間已經不夠了，那你只要外面有一個停車格大小的空間，那裝置它的這一個貨櫃型的這個冷卻方案，管路一接以後，就幫你解決問題。您剛才提到台灣工程師的厲害，光是一冷卻這個事情，台達電現在已經可以做到，直接在晶片上面冷卻，把那個熱帶走，把熱帶走，对，把熱帶走。所以他們在晶片外面呢，包覆了銅片，而銅片裡面有細如髮絲的水管，对，那些都是不可思議的這個工程技術。那從晶片就直接把熱帶走，而不是只是在外圍的這個散熱系統的處理。那這就是台灣厲害的地方啊！內部台灣工程師厲害的地方。因為我後來看了一個資料說，如果你要用傳統的風扇把這個 Vera Rubin 的機櫃的熱給帶走，他說需要多大？他說你要需要一個747引擎這麼大的一個風扇，24小時不斷的吹，你才可能稍稍把裡面的熱帶走。可是台灣不用這麼大的風扇，在你根本看不到的小細節，你剛剛講那非常細微的水管，而且我有一個散熱片直接貼在這個晶片上面，我就把這個熱給導開。你如果不做到這一點，任何的機櫃在3秒鐘，它這個晶片都會燒壞掉。這個就是台灣可怕的地方。而且有人講說，你今天要去解決方案，可怕在台灣的工程師是你今天早上給我，我下午開會，我明天早上就可以給你一個方案。如果你到了國外，你可能今天給我，下個禮拜、下下禮拜、下下禮拜，你才會給我方案。所以台灣的工程師真的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一群人，他們等於帶動了一個台灣的這個過程。那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是您感受最深刻是，您過去當過外交部長，哦，你對這國際事務你都當然非常清楚。我覺得台灣現在剛剛講，我覺得那種變化變成，以前台灣曾經被當成是 trouble maker， 我們曾經被小布希非常不以為然，可是現在變成我們變成一個居然才不過才10幾年的時間，台灣已經變成了一個無可取代的一個地方。那現在真的对於全世界的資本市場，对於全世界的技術來講，台灣真的是這樣子無可取代嗎？我覺得我們現在呢是正在經歷一個典範轉移的階段。那在這個新的典範當中，基於我們剛才講的說，我們所下過的功夫、投注的努力，那在新的典範裡面，台灣就真的是不可取代。那在人工智慧的時代已經來臨了，而且2026年，人工智慧等於是有突飛猛進的發展。那我們看業界常常問我，媒體常常問我一個問題，說那 AI 產業會不會有泡沫化的問題？那其實資本市場是不是過熱，或者是估值過高，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就 AI 產業來講呢，它才剛剛開始而已。你同意蘇姿豐講的才3局而已？是，因為如果我們從2022年11月 ChatGPT 問世以後，我們把它當作 AI 1.0。當然，事實上更早是從2015的 AlphaGo，那時候整個人工智慧就已經起步了，微起的意思。对 ，ChatGPT 的時代呢，我們是用 LLM 大語言模型，那你問，它會回答。在2026年開始呢，我們已經全面進入 Agentic AI， 就是 AI 代理人的時代了。那 AI 代理人的時代，對這個 token 的需求，如果你有用 Agentic AI 的話，你就會發覺說那是呈幾何級數的增加，比起我們用 ChatGPT 的是幾何級數的增加，因為 AI agent 它是使命必達的，對，你給它一個指令的時候呢，它會窮盡一切辦法，搜尋所有可能的資料，然後用最快速的演算法幫你解決問題，而且它24小時不停歇，24小時不停息。
我自己也有用，所以我用的時候我就看上面的 token， 它會告訴你說你燒掉多少 token， 那是非常可怕的。那你可以想象說，我們全面進入 agentic AI 的時代，那我們對這個人工智慧的需求會有多大哈？這個是很難想象的。那董事長，你用了這個 token， 你用了這個 agent 以後，你也離不開了嗎？我也離不開了，你離不開了。而且很可怕的就是，我常常提醒台灣的企業界，就是你對 AI 的想法哈，要趕快進入 AI 2.0的時代。AI 1.0就是我講的說，在 ChatGPT 的時代 ，AI 2.0是 Agentic AI 的時代。我舉個例子，我們的科技長，我請他說，你提一份報告給我，因為我要把貿協帶入 AI 2.0 Agentic AI 的時代。那我們從 HR 組織人才培養應該做哪些改變？3天後，他給我一個報告，非常非常完整。然後我問我的科技長，我說：“那你在你們數科中心，你們是多少個同事來完成這個報告？”他說：“董事長，沒有，只有我跟 AI。因為呢 ，AI 1.0的時候呢，可能工具技術會是你的瓶頸。AI 2.0的時候，我們人類會變成瓶頸。對，我的技術長說，如果我要跟我的同事去講怎麼寫這個報告，我要先跟他講清楚董事長要什麼。是講了半天，他可能還不見得能夠全部掌握。但是我直接跟 AI 溝通，而且是用這個最新的這個模型，他一下子都幫我做好了。對，將來很可能會是一個人的50時代。而且我在之前有一個演講，那我有一點半開玩笑的性質，跟台下的這些大企業家講，我說在 Agentic AI 的時代，你越高階的主管用的話，那個威力是更強大。那說不定呢，當董事長會 Agentic AI， 他會真的上手的時候，他會發現，哎，那我不需要總經理了，其他都可以取代了。那總經理如果他已經會用這個 AI 代理人來處理他的問題的時候，他可能會想說，哎，那我也不需要這4個資深副總了。哦，這件事情其實是真的很值得大家很嚴肅面對的事情。也就是說，在 AI 2.0的時代，所有一切要透過鍵盤跟滑鼠做的事情，都可以被 AI 取代。我的感覺是，台灣的企業界其實大部分還停留在 AI 1.0的時代。對。好，那個會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台灣是一個生產 AI 的重鎮，可是台灣是一個應用 AI 的這個所謂的侏儒，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可能等一下再討論。但另外一個就是剛剛講的，全世界有一個東西大家非常好奇是33個國家，這次來的33個國家，6000個攤位，然後呢一位難求，你可以感覺到，你只有你最感受到這些國家搶攤位，想要辦法進來，然後想要這個跟台灣的連接，這種飢渴的程度。是過去從來沒有嘛？是非常非常強烈嘛？哦，這個感受其實是非常強烈了。那我就舉一個例子，就是我們今年除了南港1館、2館之外，因為大家這個需求太大，所以我們把信義區的世貿中心也把它變成機器人跟 AI 的專館，那是另外增加的專館，所以這是今年另外增加的。那另外，我們貿協的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呢，是輝達把它整個包下來，作為它的 GTC 台北。那這也是 NVIDIA 第一次在美國以外的地區舉辦 GTC， 而且日期呢就是跟 Computex 完全重疊。對，所以事實上是 Computex 等於是磁吸的效應，把像蘇之峰跟黃仁勳他們提早1個禮拜就來為這個 Computex 預熱了，所以已經未演先轟動了。那所以今年呢是信義區跟南港是雙核心，所以我們等於幾乎就把整座台北是變成全世界的 AI 的一個核心。那世貿中心今年呢，我們特地把它開闢作為 AI 跟 Robotics， 就是機器人的專館。那是因為我剛才講到說 Agentic AI 代理人的時代來臨了。事實上 Physical AI 就是物理 AI 的時代也來臨了。那黃仁勳今年2月講說，這個 Physical AI Robotics 的 ChatGPT Moment
已經到來了。那機器人其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過去幾十年一直都有機器人，但是為什麼這一兩年機器人會突飛猛進，有所突破？就是因為人工智慧在這幾年也有突飛猛進的進步。對，當你把人工智慧跟機器人加在一起的時候，機器人或者自動化的設備就能夠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情。這是為什麼大家會說這個機器人的時代已經來臨。那我們知道，一個大型的資訊展或者一個科技的展覽，它不是個過去這個所謂的成果的驗收，它更重要是一個我要 vision， 我的未來到底要怎麼樣。那這次當然講台北電腦展最讓人家矚目的是場館最大就是機器人，機器人真的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時代嗎？它真的已經到了這個它要大爆發的時代嗎？今天台北電腦展為什麼要把機器人給這麼大的場館，給這麼大的一個重視，然後呢給這麼多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展示的空間呢？黃仁勳在他的主題演講裡面也特別就機器人的部分呢有非常多的琢磨。那他自己也講說，機器人的這個時候已經到來了，因為技術已經成熟了。那大家看那個 Elon Musk、Tesla 他們自己做的這個 Optimus 機器人，Elon Musk 說將來全世界會有幾十億的機器人跟着人類一起共同的工作，所以他們看到的這整個機器人產業的願景啊，對，是非常非常可觀的。那我剛才講說，我們今年台北電腦展世貿中心把它轉換成機器人跟 AI 的專館，那我們貿協有邀請14家日本在這個機器人產業都是知名的業者，像 Yamazaki、Mazak， 還有 Canon， 還有這個安川電機。安川是世界4大機器人公司之一。我覺得它最好看的一個電影就是說，它可以一刀斬，就是它可以用這個安川的機器人，用這個武士刀將一個這個所謂的豌豆整個切掉，非常漂亮。我們邀請了14家日本在機器人領域都是領先的公司來參加這次的 Computex。他們都很樂意來嗎？他們都很樂意來，而且有的日本朋友訂不到飯店啊，沒有辦法來。我們更多想來。我們 Computex 有2萬多個國際的訪客，所以我們是把北台灣的旅館全部都訂滿了。所以你是33個國家6000個攤位，總共是2萬多人來台灣。2萬多個國際的專業人士，包括當然我們剛才講到很多資本市場的、產業界的、科技界的，然後還有國際的買主，2萬多個人，把北台灣的旅館全部都占滿了。那有的是訂不到旅館，所以他沒有辦法來。那重點就是說，這是日本的機器人是非常先進的。那這14家的業者，他們在參觀世貿展覽館之後，他們一致的對台灣發展技術人的機器人技術相當的肯定。那當然，因為我們的強項就是資通訊、晶片、半導體、電控整合這些的。那這些呢，其實都是機器人的靈魂。去年12月，我去東京參觀東京的國際機器人展 IRIS。那他們現在日本幾乎這些重要的公司，像以往這個大家耳熟能詳做摩托車的 Kawasaki、Yamaha 都在做機器人，做印表機的 Epson 都在做機器人，而且都做得很好。那很多公司呢，他們在展出的时候，旁邊就擺了一個牌子。NVIDIA， 他們是用 NVIDIA 的 AI 平台來發展它的機器人。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機器人的時候已經到來，是因為 AI 的技術在最近這幾年有突飛猛進的發展。那你把這2個結合起來，對，所以將來機器人的這個市場真的是很值得期待。那還有一個值得講的就是說，因為全世界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所以很多國家它會強調非紅，去紅供應化。那所以在未來的這個市場，機器人的市場，我們覺得這次 Computex 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那我們未來跟日本，我剛才講的說這些做機器人的重要的公司呢，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間。因為我們在精密製造上面，還有在我剛才講的說，在晶片設計、電控等等。我們是有我們的優勢的，
所以將來這種產業鏈的互補的合作關係，這個會是我們 Computex 促成一個很重要的合作。所以他們來之前跟來之後，跟台灣的互動會有很大不一樣。他們來對台灣的印象有很多真的是完全改觀，就台灣真的比較深厚很多。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斗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那這次裡面有一個你剛剛講的無人的這個無人機的部分來講，你們做了一個非常漂亮的無人機的一個展示，我覺得那真的是讓我非常的驚艷。那這個東西也就是說，台灣在這個無人機這個地方，剛剛講透過這個 AI 或透過這個東西，我們現在在這個分也才開始成熟了嗎？無人機的表演，這個我們不能居功，這個是台北市電腦工會他們去安排的。那無人機的部分呢，同樣的就是說，因為無人機現在一般的這個技術大概大家都差不多了。它的重點呢，一個就是實作經驗，另外一個當然就是在無人機的這個飛控，還有它的電控。那這些只要是跟資通訊有關的，其實台灣都很厲害。因為現在無人機最強大還是中國。那大家現在擔心的是說，我們現在就是發展無人機，到底有沒有我們的利基？因為說雖然這是很多東西我們都有，可是他會講說我們做這個東西比中國要貴很多，你在這個 CP 上面完全不划算，是這樣嗎？我們有改變的空間嗎？當然有改變的空間啦。第一個就是我們無人機，因為中國是因為它有早發的優勢，所以它在商用的話，全球市占很高。當然，這個跟它本身的生產成本會有很直接的關係。那我們台灣無人機業者，我們起步比較晚，那我們的市場規模小，所以現在最重要就是說，幫這些無人機業者找到出海口。那他們兩大的這個業務重點，一個當然就是我們自己國家的無人機計劃，那像國防部未來幾年會投入相當的這個預算，來發展我們自主的這個國防產業的無人機。那這個對無人機業者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訂單。那最重要就是說，國際上第一個它需要有出海口。那現在對台灣最好的機會就是，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所以很多國家希望說必須要去鴻供應。我在上個月有帶10幾家台灣的無人機業者到日本去訪問，那我同步也去拜訪4家日本最知名的無人機公司，那他們都跟我講同樣一件事情，就是目前他們的零組件80%-90%都來自中國。那他們很希望在未來2-3年盡快的全部把它替換掉。那當這個當這個過程的時候呢，成本不見得是最優先的考量。對，所以這個就是台灣的機會了，就是我們在資通訊、晶片設計、電控整合這些的優勢，再結合全世界的去鴻化的這個趨勢，這個就是我們的機會。那如果你有找到足夠的出海口，那你的規模擴大，成本自然就會降下來。那像去年我們的無人機出口到歐洲，特別是到捷克跟波蘭，是成長了好幾百個 percent， 就成長了很多倍。對，這個我們知道。好，那另外就在這次電腦展裡面，我們也感受非常強的是，其實在這次 AI 裡面，我也覺得台灣的那種進步、成長。事實上，我覺得完全刮目相看，然後完全是無瑕謀。我們最喜歡講一個故事，就是川湖以前做系統櫃的，你就是一個這個所謂的這個滑軌嘛，滑軌有什麼了不起？可是後來才知道說，原來你要進到 Vera Rubin 的滑軌，你的公差要1/1000。你知道為什麼那個滑軌的公差要1/1000？是因為那個滑軌上面你就有 PCB 板，你上面也有那個所謂的液冷的那個接頭。那我如果因為他講。黃仁勳講，以前我要去修一個東西，我要2個小時。我現在如果有這個滑軌的系統，我有這個組裝系統，我一推進去的話，5分鐘我就好了。那推進去就是他說那個多難，他同樣是滑軌，它不是系統性的滑軌，我只要一推進去，公差只有1/1000，你才可以精準的接頭接上去。他說那個接頭只要有一點的誤差，水就會流出來。
水只要流出來的話，那你這整個機櫃就完蛋了。那我們再看到以前我们不是就做双氧水的，双氧水以前不是就拿來擦手，它没有。现在台灣的雙氧水做到說，像我們整個房間，像我們現在整個房間，你只能不到1粒的灰塵。我心想說，台灣等於是可怕在於說，以前我們都覺得我們是，以前不是電影常笑我們台灣嗎？一個雨傘壞掉，made in 台灣，然後那個在外太空站裡面出問題，然後就撞那個櫃子，就說該死的台灣製造。可是現在你的感受就是，我們的整個升級的狀況，透過 AI 升級狀況，我們的精密工業，我們的整個的水準，是比我以前小時候想象的差好多好多。你剛剛提到滑軌哈，大家有空啊，可以去台北世貿中心，就是我們的機器人館哈，去看一下上銀科技。上銀它就是在這方面做得非常非常的頂尖出色，而且它結合了很多新的 AI 的這個技術。所以我剛才講到那14家日本機器人大廠，他們看了以後也都非常的肯定。所以我們現在真的就是寶傑你所講的，我們已經不是無下阿蒙做那種廉價產品的時代了。那這次 Computex 等於就是我們全面國力的展示，因為這當中其實除了半導體跟這個資通訊之外，我剛才講的說，像我們精密製造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像上銀科技這種在自動化跟機器人上面所展現的實力，這整個加總起來，就是台灣讓為什麼會是大家一定非得要來，然後一定要台灣的這個供應鏈才行。對，而且我覺得台灣的供應鏈還有一個你剛才講的我們人的一個特質哦。我看到蘋果在中國裡面有提到一個故事，它裡面本来是說 Apple 本來是要去把這個很多的單子要交給了這個我們的某一家廠商，然後呢某一家英業達，好的英業達就不行，我已經幫另外一家代工了，然後呢我就不要做了，那我就怎麼做呢？我就介紹給台灣另外一家公司做。他跟那個人講說，他其實很難想象，因為在其他國家裡面這是競爭對手，我怎麼可能說今天你的東西我交給你做，你做不來你可以交給另外一家做。我後來才知道說，這原來是台灣供應鏈的一個特色。因為台灣供應鏈的特色裡面是我們其實有一點共生的關係，有時候我們大家彼此幫忙，我吃得了的單子我吃不了我的單子我就 share 給別人，而且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是有些東西是可以一起研發一起合作的。就像剛剛講到的那個機軌裡面，你不是只有一個，我剛剛講的川湖的滑軌要做好就好了，你知道川湖的滑軌加上這個奇鋐的這個頭，再加上那個 PCB 板，然後在中間3個要不斷的開會，3個要為什麼今天他要在北士科？因為他在北士科裡面，他就可以把同時所有的人都找來。我覺得這種以前我們都覺得台灣人是一盤散沙，台灣人不會合作。可是你在看這個過程裡面，台灣的合作能力很強啊。台灣這個所有的過程裡面都是跨領域的合作，特別是以台積電為核心，然後把不同的所有的領域裡面加起來共同解決問題，我才有今天的發展。我看到這些故事，我都覺得很感動啊。其實我覺得我們的電子業蠻團結的，對，我覺得很特別。你剛才提到的那個轉單哈，大家互相幫忙啊。在前一陣子我去河內參加一個活動，那我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所以電子五哥現在很多都在北越設廠，所以我就請這電子五哥在河內的總經理大家一起吃飯啊，來聽聽他們這個現地的意見。結果很有趣的就是，因為越南現在也缺工，所以越南的工人呢，特別是在電子廠哈，他學了一點功夫以後啊，他就會想要跳槽，然後去要更高的工資，所以我們這些電子廠的總經理跟我講說，他們有一個共同的默契，就是說，如果不接受跳槽，對，不接受跳槽，如果是你公司的，然後跳到我這裡來，想要個更高的薪水，這等於不要惡意挖角，不要惡意挖角，對，然後互相等於共同組起一個護城河，那不然因為越南工人哈，第一個缺工嘛，那因為缺工的時候，你資方就常常要用更高的薪資才能夠補足你的勞力缺口。那所以這些電子五哥的 CEO 呢，越南的 CEO 他們說，我們有一個共識，有一個默契，就是如果是我們這一群人，其他的公司的要跳槽過來的，對，我不收。所以我們前常講，台灣人都是出去都單打獨鬥。
然後都是台灣人欺負台灣人，台灣人吃台灣人。其實隨着我們就慢慢的到國際上，我們開始形成這些聚落，這個狀況是已經大幅的改變了。哦，現在我們台灣人在全世界各地已經真的是一個國力的延伸，而且因為全世界產業的布局的需要，那前一陣子大家有探討一個問題，說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所以大家都要在地化，那這樣子是不是會掏空台灣的產業？其實我覺得這個是過度憂慮，反而因為大家都在地化的時候，大家都需要台灣，那大家都要在當地建立一套製造系統的時候，那台灣就是他們最好的夥伴啊，所以將來我們就是必須到全世界去布局，然後去做更多的這種製造能量。台灣要走出全世界，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你自己看到了，這當然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啊。那日本在1980年之前，它主要的也是在日本生產，然後賣到全世界。但是因為它的實在是品質好，而且又賺了很多貿易順差，所以1980年開始，美國對日本施加壓力以後，日本的企業就開始，特別是汽車廠，開始往外擴張。那像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這些日本大汽廠，他們都是在80年代，因為美國對日本的貿易壓力，到美國去設廠，一開始也都經歷過很辛苦的學習曲線，但是一旦在美國市場適應生根了以後，他們用美國市場培養出更大的實力，所以現在日本的車廠通通都變成世界級的車廠。那這個就是一段必經的過程，而且一定要經過這種全球布局、海外練功的階段。所以我們的電子五哥、我們的台積電、我們現在這些封裝廠，他們都在走同樣的一條路，必經的路程。都是必經的路程。而且那個对台灣不是一個壞事情，不是一個壞事。不會去掏空台灣。有沒有人說日本的產業被掏空？那像 Suzuki， 我們認為 Suzuki 在日本的車廠是比較小的，但是他很早就到印度去耕耘。所以印度的馬魯達 Suzuki 現在是印度最大的車廠。是。那 Suzuki 它最大的產能呢，不是在日本，是在印度啊。所以未來台灣也可能這樣子。是這樣子啊。好，那你這樣的最後就是這樣，我們剛剛講台灣現在的護國神山，大家就講是台積電。那我看到你在這個演講裡面講到 AI 跟地緣政治跟這個都會改變這個世界。那台灣當然也會有更多的，因為這個 physical 的這個 AI 的關係，台灣也會有一些很大的變化。那你現在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我們這個地方對台灣，因為我們剛才講台灣現在是生產，可是我們在應用上面似乎是還有非常大的一條路要走，是嗎？應用這一塊就是說，我們台灣呢，如果你把 AI 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 AI 產業生產的這一部分，那台灣呢絕對是最大的贏家。這個都反映在我們的出口，反映在我們的股市上面。但是另外有一場戰爭呢，是 AI 應用的戰爭。那這場 AI 應用的戰爭呢，就是從 AI 1.0的時代到 AI 2.0的時代，企業都在快速的導入 AI， 用 AI 來提升它的競爭力。那這個呢，全世界大家立足點平等，因為所有的工具都在那裡。對，那你不管你是要用這個 Cloud 的這個 B2B 的 model，或者是你要用像這個 OpenAI 等等的，大家立足一點平等。那誰能夠用 AI 來強化它的競爭力？它在市場上一定是占更好的起跑點嘛。對。那這一點是台灣企業需要比較迎頭趕上的。那台灣的基礎設施夠嗎？台灣的電夠嗎？台灣的這些基礎設施夠嗎？不，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是很用心，而且是有注意到這些問題啦。那所以總統的 AI 10大建設裡面有6項是基礎建設，那4項是關於人才的培養。那這段時間我接受很多國際媒體的採訪，他們也問我同樣的問題。那他們特別關心這個人才。人才。能源是一個老議題。能源議題不是只有台灣有，全世界都有。是。那寶傑，你可能不知道哈，現在
科技公司拼命的蓋 data center， 但是美國現在有一股很強大的反 data center 的民意，因為電不夠，不是電不夠的問題，因為 data center 當然電是一個問題，如果你這個地方蓋了 data center， 會排擠原來的供電，這是一個問題。但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data center 哈，它除了用電用水之外呢，它很好看，但是沒有產生什麼就業。有的 data center 它因為機器的運轉還會像風電一樣有那種低音頻的這個噪音，所以在美國呢，70%的民意都反對蓋 data center。對，所以這是普遍全世界的問題。能源的問題，電的問題。那每一個國家都面臨同樣的處境，也不是只有台灣而已。那在人才方面，我覺得政府是蠻用心的啦。那現在就是說，企業界要如何能夠快步的跟上這個腳步？那我還是一直提醒企業界，就是說，現在是 AI 2.0了。那不要再用 AI 1.0的觀念來看待或者來處理你公司的問題。好，那董事長，你在接手這個外貿協會董事長的時候，整個狀況應該改變很大了。其實外貿協會一個重點就是把台灣帶出去，要把全世界帶進來。那這幾年有什麼樣看？我知道說你去了亞利桑那，你去了東南亞，你去了很多的國家。現在台灣現在的這個國家，跟你當時在外交部的時候，或者整個台灣外國人怎麼來看待？台灣人的發言權，台灣的影響力，在這幾年之中，你的感受一定最強烈。它有什麼樣的變化？我之前的外交部長的角色，那是一段蠻辛苦的，很辛苦的時期。那當然，因為台灣我們在國際上外交是我們的弱勢，但是我們產業是我們的強項。那所以我這兩個角色都扮演過了，對，無論是強項跟弱項我都扮演過。那我感受當然是很深刻，能夠身為國家的外交部長，絕對是一生的光榮。再怎麼辛苦都很驕傲。那但是在外貿協會董事長的這個職位上面呢，那我們可以把台灣的產業優勢發揮到淋漓盡致。那我們出去的時候呢，現在大家對我們都高度的重視，高度的禮遇，跟以前有不一樣？跟以前很不一樣。怎麼不一樣？我非常好奇，就是一樣的台灣人，一樣的職位，你現在走到國際，你跟人家聊天，或者你要見誰，你不見誰，跟以前都不一樣嗎？因為我知道以前台灣要去見誰不是那麼容易的。我舉個例子，2年前的8月，我們跟貿協電工會還有電路板工會合組一個代表團到我們先到墨西哥去訪問。墨西哥的經濟部長花了2天半的時間，全程陪我們。第一天是晚宴款待，第二天陪着我們拜訪墨西哥首都附近的2個工業區。第3天早上，在墨西哥的經濟部，我跟李思清理事長、李昌明理事長，我們3個人跟墨西哥經濟部長共同坐在台上，然後把所有的墨西哥媒體全部找過來，來宣布這次訪問的成果。對，這個你就可以想到說，台灣現在在國際上受到重視的程度。所以這個真的就是我們可以好好發揮產業實力的時刻。那東南亞呢？東南亞我有點好奇，因為東南亞畢竟有一個中國跟台灣的一些競爭的關係，他們有一些忌憚中國的一些關係。那我知道你花了很多的力氣在東南亞，那東南亞先跟我們的互動呢？因為特別是我們的 AI 產業鏈很多是跟東南亞有一些密切的相連的。東南亞在政治上啊，對這種地緣政治還是比較敏感的，就是對兩岸之間的處理還是比較敏感。但是他們在產業方面呢，是非常非常希望跟台灣加強合作。那當然，因為台積電現在在世界太有名了，對，所以大家都希望說台積電能夠去他們那邊設廠。那我們知道說要設一個 Fab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啦。傳統上認為說，我們跟東南亞的合作都是貿易或者是台商在東南亞投資的製造業。大家沒有注意到說，我們現在在半導體
跟 AI 跟自動性產業方面，跟東南亞的合作也非常密切。對，我們跟馬來西亞的貿易成長翻倍，但是因為全球這一股 AI 熱潮，不但讓台灣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對，馬來西亞因為檳城，它被稱為這個東南亞的矽谷，因為它的封裝很多在那，它的封裝很厲害，所以很多半導體公司，包括 Intel，還有很多我們台灣的半導體公司都在檳城加強投資。對，那也因為這樣子，所以它就帶動更多台灣半導體跟資通訊的這些零組件的需求。所以我們對馬來西亞的貿易順差跟我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一樣，也是一飛衝天。對，那我們跟新加坡也是一樣。新加坡是傳統上我們在東南亞最大的貿易夥伴，因為它也是一個轉口港。那但是我們跟新加坡現在的貿易裡面有很多就是半導體創造出來的。那東南亞的這次 Computex 有很多是來自東南亞的這些科技跟專業人士，也有很多來自新加坡的朋友。那他們都很希望透過產業來跟台灣加強合作。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以前所未有的一個好的契機啊！所以沒想到台灣居然透過半導體、透過 AI、透過這個產業鏈，我們變成一個核心，變成一個大家需要跟我們交往的一個這個重要的關聯點。是。這個都過去沒想到。好，到最後一點，我們留一點時間。我覺得大家很沒注意到，我可以透露你的年齡吧？你現在是67還是68歲？你知道我領進勞卡已經兩年多了，快3年了。你如果看到了這個董事長，你看到黃方董事長，你絕對不會相信他的年紀。你要跟你講，他現在這個狀況，他可以爬101，而且他爬101還是可以得獎。然後他現在還是非常認真的在訓練他自己的身體。我覺得你對很多人來講是一個非常好的啟發，就是你走過這麼多的這個路程，你的工作這麼的繁忙，然後呢，你居然還可以這麼樣的照顧你自己的身體，而且還可以把你自己的練得這麼樣的強壯。我從年輕開始就有運動的習慣。我知道你喜歡游泳、跑步。那這個事實上，我覺得從運動當中呢，我們開啟了很多這個人生當中就是不同的風景。真的開啟了很多不同的風景。對。透過運動結交更多的朋友。然後我今年爬完台北101以後，我有一個企業界朋友，他剛跑完波士頓馬拉松。他說 James， 我們2個要一起慶功，所以一起辦一個慶功宴，交很多朋友。然後其實你透過運動你更了解你的身體。像您剛才提到我的年齡嘛，那所以我就會去關注說，當人年紀到了一個程度以後，身體會有哪些變化？那我能夠透過什麼的方式，讓它維持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狀態？那這些當中就包括說運動、生活、社交。那運動呢，當然是一個核心的要素啦。因為現在大家也都很重視這個重訓。對。那我知道寶傑你重訓也是非常有成就的。我也覺得不得不然要做的一件事情。對。不過我覺得你剛才講，很多人覺得說，你可能因為年紀大的關係，因為很繁忙的關係，因為工作壓力大的關係，所以你就不運動。可是這個東西放在你身上完全不合理啊！你可能比更多人要忙啊，而且你不但在台灣忙，你還跑到全世界，而且你要去調整各種的時差。即使在這麼忙碌要調整時差的這個工作壓力狀況下，我覺得你很難得的，你還是做這件事情。這個就是我講的說，因為透過運動你發現很多人生的風景。我舉個例子來講，我工作真的是非常忙。那這2天 Computex 的展會期間那我這個從早到晚回到家一躺下去就不省人事。但是呢，我在忙的時候呢，有的時候我反而會反其道而行，我不是休息，要運動。我到健身房去，对，我做15分鐘的重訓。对，那15分鐘的重訓之後，因為你的腎上腺素、你的荷爾蒙被刺激了，我整個人就不好意思就好像打了嗎啡一樣。所以我一回到辦公室、回到會議室的時候整個這個神清氣爽，就活過來了，又活過來了。有的時候很累的時候，我反而这是你嗎？你可以直接做引體向上，而且是標準的引體向上。
我一般就是做10下。你可以做10下引體向上，而且是標準的，而且把手放直的实体10下，這很厲害，那代表你的背力非常強哎。不是，我說你後背的那個背力，不是手的背力，那代表你的背力非常強哎。不，當然引體向上，寶傑你知道嗎？一定是從核心，然後背、肩、手背，這個都是要這個一體協調的。對。而且我看你都是做這個所謂的自由訓練，自由重量訓練代表你的身體的協調跟穩定度是非常強的，而且對你的關節是非常重要的。是。那我們現在還有一個東西，你剛剛講到是波士頓馬拉松，我覺得現在的時代不一樣。以前是拼喝酒，誰喝的酒比較多，誰喝到什麼好的酒。我覺得現在的很多的成功，或者很多像比較重要的，或者你要交朋友的，你反而是誰能夠跑到，你能夠跑到東京馬拉松，你跑到了波士頓馬拉松，波士頓馬拉松當然是一個聖殿，那個其實對整個現代的社會或是重要的老闆，他們的生活的改變就非常非常大。所以像以前大家喜歡喝酒，會拼誰的酒量好。我覺得現在很多企業界大家聚會的時候呢，都在比這個，不是比啦，就是分享說我們運動的心得，跑馬拉松的心得，健身的心得，重訓的心得。對，那個非常精彩啊！我覺得，非常精彩，而且非常非常的健康。我覺得台灣這樣很好，台灣走向一個健康、強壯、然後富裕的一個社會，我覺得那是台灣每個人的福分。而且，因為你可以設定不同的目標，這個除了你的事業目標之外，你的這個健身目標是讓你一項可能更有滿足感的的一個目標。對，像我今年呢，我就跟我過去爬101的時候啊，都是憑這個一般的常識在爬101，但是今年我跟2個 AI，Gemini 跟 ChatGPT，我從1個多月前就跟 AI 深度對話，對，說我今年你要爬101，然後我60幾歲，你的策略，我過去的成績是怎麼樣？所以我要 AI 把我從1個月開始，我的飲食、我的訓練計劃應該怎麼制定？那甚至細到比賽當天早上，該吃什麼？然後比賽前1周，你絕對不能碰什麼，然後要充分休息。所以這次比賽前2天呢，我真的做到充分休息。真的有用嗎？真的有用。你的 AI 教導你的，真的像一個好的教練教導你是有用的。真的，但當然前提是你要照着做。那我今年就真的照着 AI 給我的課表去做，就是飲食跟訓練計劃。那理論上我今年比去年年紀大1歲了，而且是快接近。好我今年滿68歲。OK。理論上呢，我的成績應該要比去年差。對，這是人體的生理法則。對，我今年就要試看看，說我能不能透過 AI 挑戰生理法則。結果我真的突破了。進步很多嗎？比去年進步。太好了。對，所以理論上就是你年紀越高的時候，你的成績會下降。那所以你設定一個目標，然後你真的達成了，我對抗了我的這個生理法則，我就覺得光是這一點我就覺得很有成就感。我覺得你光講到這個，你都非常的開心了。好，我們剛才講的，台灣其實已經非無下阿蒙了。過去我們台灣都覺得我們是亞細亞的孤兒，我們是一個邊陲小國，我們今天無足輕重，我們都會妄自菲薄。可是我們剛才講，從這一次的台北電腦展，你要跟他講，全世界33個國家。你看到這麼重要的大老闆，這麼重要的資金，包括你連中東的主權基金都絡繹不絕的要來到台灣，要跟台灣來建立聯繫，就知道台灣真的已經非無下阿蒙，我們已經開始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現在的重點是，你怎麼樣認清自己的角色，然後呢，真的把台灣，就像剛剛董事長講的，把自己變成一個強壯、富裕、健康、富有的這個人生，台灣越來越好。非常謝謝董事長。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
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8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的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购，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网购是這樣直接进來。那你如果说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們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制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來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